昌河说的话很多我都不认同，但方才有一句，绝非虚言。我们二人联手，还从未输过。18剑阵，起！18剑阵，我生平一大恨，便是恨自己没有生于100年之前，不能与苏家高手苏18一战。没想到我被封进棺材之后，苏家便有了能重现18剑阵之人。你废话真多啊！我困于黑关之中那么多年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，打不完的架。你这些剑还不足以对付我，让我看看你那真正的一剑。那便成全你。这便是阎魔掌的可怕之处。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阵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阎魔掌了？
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你的研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十殿，敌殿一生死，你棋差一招。该死，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笔棉胧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两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，那便挥剑，不死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。狂妄！渊，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，便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差不多了。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在这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。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智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
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面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得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，苏莫言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寨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霸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。最后我被机关所困，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。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安和。好。倒是像鬼窥案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来。
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去和苏昌河他们会合吧。哎，老了，算计人心这种事，苏昌河这个小子还真是算无一策啊。你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，大家长。我已经不是大家长了。我信过穆，也信过苏，却从未能走出过这片河。或许这样的变革能够带来新的暗河，能够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那个影子。天真呐，影子就是影子，走不到光明的地方的，那我便看看。只是大家长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苏家苏昌河得先任大家长认可，赐冕龙剑，即今日起任暗河大家长之位。拜见新任大家长苏昌河。拜见大家长。朱颖首领苏沐雨，谢奎之位，任苏家家主。诸位，新的暗河已经到来了。拜见大家长，拜见苏家家主。唐林月，
这棋局，看来已是必死之决。所言尚早啊。倒是没错，绝境之中，何尝不会出现神之一手呢？宗主，看来，真正和宗主对弈的对手，下出了属于自己的神之一手。两个年轻人，居然，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哦，为何这才是最好？因为他们够强，只有真正强大的对手，才是现在的我们所需要的盟友。拿好啊。老板您好，我要1斤桂花糕。一斤桂花糕。对，1斤桂花糕。啊，好的。你的桂花糕。多谢。申夜，我回来了。累死我了！一会儿呢，等汤药稍微凉一些，就一滴都不剩的，都给我喝掉，听到没？知道的，申夜。哇，还是热乎的。今日来的人更多了。春日谷雨，风吹心动，一发病。什么病？春心动，自然是桃花痴症啦。你们要看的人已经来了，我要吃的桂花糕也已经吃到了。什么时候能进去看呢？那现在就开始看病吧。什么病啊？手啊！什么病啊？这不是不知道什么病，才来看诊的吗？10两银子。
我让那家伙亲手给你煎药。什么药啊？10两银子。1两板蓝根，10两银子。你要是不要，那我就给别人喽。啊，要的要的。下一位。我出100两，让他喂我喝药。100两怎么够？200两。中。下一位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你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你好好看着，我和你细说，不然啊，可就活不过这个春日了。苏沐雨继任苏家家主之后，去南安城开药方。是，我们派了一群人监视，但都被发现了。有人出手废了那群人的武功，似乎是要给个警示。而我们现在只敢在南安城外派几个人守着，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那苏昌河呢？他回到了暗河，看架势就是冲着提魂殿去的。但是三官早已经离开，他收服了留在暗河的3家弟子，随即便离去了。传信给三官，现在才是他们真正相见的时候。宗主，这是要跟他们合作了吗？桀骜不驯的剑，虽然难以掌控，但若能握在手中，才能够成就真正的霸业。你那18剑阵是真的厉害，我在远处都已经感受到你的剑意了。但是你放出的剑要怎么收回来呢？现在这把伞是昌河找了搬家之人为我特制的。以前杀人使出18剑阵，用的都是普通纸伞，不仅容易坏，每次用完还得自己把剑捡回来。不是我说，你以后若迫不得已用这剑阵去杀人，那岂不是还得从一具具尸体里把剑给拔回来？世间哪有你这样的杀手啊！完成任务即可，他们已死，也看不到我这般简剑的模样。哼，我以后啊，一定多接些任务，存钱给你定制一把好伞，要不然和你合作出去杀人，多丢人啊！给。好，真是谢谢你啊，大好人。昌河说，这不是一个刺客杀完人后该有的模样。这只是一柄剑而已，为什么必须要得到它，才能执掌暗河呢？